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们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啊，是吗？我怎么看咱们王氏集团的股票还是居高不下呀？这怎么回事啊？王氏集团股票怎么跌成这样了？这不可能，我看看。真的在跌啊！你看还在跌，还在跌。对，哇，下跌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回事？这不可能，股票怎么会突然暴跌？王氏医药集团被爆出售卖假药，致1000人死亡。啊！这我的天哪！我奶奶买的就是王氏集团的药，我得赶快让他把药给停了。你们这帮杀千刀的，居然卖假药！你们还是不是人？是不是人？是不是人？杀千刀的，是不是人？天盛医药集团售卖假药，致上百人死亡。过去的医学界天才李教授拒不出面解释。李浩，滚出来！你请所有患者一个解释。我们的医学天才李教授不去见记者，躲在这儿干什么？韩雪儿，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你去哄动刘杰一起诬陷我卖假药，把所有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来。为什么？因为你蠢啊，李浩！你是医学界的天才，享誉着全球的医药集团，可惜你没颗好脑子。李浩，天盛集团的股票已经跌完了，你这个医学界的天才更是沦为上街老鼠，到了现在还欠债500万。我要是你，现在就从这窗户上跳下去得了。韩雪儿，真后悔娶了你。后悔？你还有更后悔的呢。看到这信了吧？当初我跟雪儿对你的产品动手脚的时候，竟然被你那可恶的老妈发现了。可惜他的儿子宁愿相信雪儿，也不愿意去看他写的新意义。我听说啊，你老妈子以为你在外面过得不好，为了给你存钱啊，每天起早贪黑的去捡垃圾，结果把身体都搞垮了，成为了一个病秧子呢。你说什么？我说你家老东西生病了，都快死了呢。不过呀，他呢给你存了不少钱。这钱被我们拿去约会用了，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哈哈。韩雪儿，我跟你拼了！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你放手？放手！放手！啊！你找死！妈！老东西，你还真是活腻了！既然这么着急求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对不起，妈，我错了，我会变成你的。从小就聪明，但就是太单纯了，容易被人批评。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妈妈永远爱你。妈！这么想你妈，那就去陪她吧。妈，我以后这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唯独对不起你。如有来世的话，我一定好好爱你。这到底怎么了？
不是死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是死了吗？李教授，我家雪儿能为你表白，那可是我韩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韩雪儿表白？2025年3月14号，这不是我跟韩雪儿求婚的日子吗？难道我穿越了？李教授，李教授，李教授，上车吧。上一世就是在今天掉入了韩雪儿给我设下的圈套，从而一直忽视了我妈。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她受任何人欺负。李教授，你不是要给雪儿去买礼物吗？去晚了，雪儿该等着急了。不用了，韩博，直接回家吧。我以后这辈子都不会再让那个最爱我的女人多等我哪怕1分钟。好嘞。李浩，你就算再天才，有再高的成就又如何呢？那就是被我女儿拿捏的死死的。雪儿，快坐吧。来了来了，我这鸡炖了1上午呢，你慢点喝，别烫着啊。胡桂英，你这汤里面放了农药吗？不是雪儿，这汤我熬了10多年了，阿浩一直都特别爱喝的。你第一次来咱家的时候，不也喜欢喝吗？第一次你也知道是第一次啊，第一次跟浩哥相处，我当然要给他留个好印象了。可现在呢，像你这种乡巴佬炖出来的东西，我闻着都觉得恶心。你现在去翠轩给我买奥龙鲍鱼回来，听见没有？翠轩，还愣着干什么啊？快去啊！好，我这就去。站住！怎么了？这车也是让你开的吗？你不是有条腿吗？走路给我去买呀。可这儿离翠玉轩有30公里呢。那又怎么样？啊，吴桂英，你还不知道吧？你儿子今天晚上可是会带着价值连城的礼物向我求婚。等我跟你儿子结了婚，你呢，还是要搬出去的。要不干脆你现在滚出去啊！你要谁滚出去？你现在滚出去啊！你要谁滚出去？浩哥，妈，浩哥，阿姨她嫌弃我，不让我住家里面，还让我搬出去住呢。不是的，怎么能让你搬出去呢？胡桂英，看到了吧？你儿子的木鱼脑袋根本不可能听你的话。胡桂英，听见没有？浩哥是让你搬出去，不是让我，那就只能……东西都是我家的，用不着你的，你直接滚出去就行了。我？浩哥，你在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滚出去？你不是自己要走的吗？我满足你。浩哥，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是你要跟我求婚。哦，我知道了。哎呀，你在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哎呀，阿浩，妈没事儿，你们俩别吵架。今天都是我不好，我没把饭给做好。雪儿，你别生气，阿姨这就买菜去啊。哎，妈，别去了。韩雪儿她只不过是跟随韩叔在我们家寄宿的员工家属而已。你给她做饭是情分，不给她做饭是本分。她住不惯大可以不住，哪轮得到你去给她买单？上一世，我因为给韩雪儿买礼物耽误了时间，回来的时候妈已经搬出去了。那时候我还以为她是不想影响我跟雪儿的2人世界，却没想到竟然是韩雪儿一手造成的。妈，
你为我承受的太多了。我家阿浩长大了。阿浩，妈真的没事儿，你别因为妈跟雪儿闹意见啊。雪儿，你也别生阿浩的气，行吗？是啊，雪儿，李教授怕你等急了，连礼物都来不及买就赶回来了。他这么喜欢你，今天这事儿你就原谅他吧。看在我爸的份上呢，今天啊，我就原谅你了。好好好，哎呀，你看你们俩这马上就要订婚了，以和为贵。阿浩，妈只能把你养大，那陪你走到最后的肯定是你的爱人呀，对吧？今天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算了吧。妈，上一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直到最后我才知道是我爱错了人。妈，我听你的，今天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计较，至少在你面前不会。好好好，我们阿浩最懂事儿了。对了，今晚我的新品发布会将在万兴酒店如期举行，届时全球都会关注到这场发布会。我呢，想这场发布会给你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啊！什么？李浩，你要把这个全球发布会的亮相的机会让给他？怎么，你有意见啊？我闭嘴！你干什么呢？李教授之前都官宣了，要在即便跟你求婚，今晚跟发布会一起举办的就是订婚宴。李教授之所以这么说，只不过是想面子上好过一点。订婚宴，他准备在发布会上面跟我求婚啊！哎，爸，我知道了，浩哥他这么说，就是怕他妈妈在订婚宴会上闹事儿，所以啊，故意骗他。就是。浩哥，我怎么敢有意见呢？阿姨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也是不容易的，这个机会嘛，当然是要让给他的了。韩雪儿，你肯定以为这场发布会我还是为你办的吧？不知道今晚知道真相后你会是什么表情？好啊，韩雪儿，这次我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果然没错，看来今天晚上我才是主角。你鬼婴，你现在只怕还蒙在鼓里吧？李教授，你就放1万个心吧，保准给你妈照顾的好好的。妈，韦安然，我要麻烦你帮我把晚上的订婚宴给取消掉，我要将订婚宴改成感恩宴，再帮我订2张票过来。好的，李教授。哼，韩雪儿，这一世我要让你把对我妈造成的伤害全部偿还。看什么看啊！赶紧给我做饭去！韩雪儿，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刚才不是跟阿浩说……我什么意思？装！你还在这里给我装！快说，是不是你跟浩哥说了什么？不然他也不会。够了，亲家母呀，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李浩要给我女儿准备订婚宴，而且还是在他的全球发布会上。可刚才阿浩明明说让我一定到场的。到场？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可是全市最好的万兴大酒店，全球的直播。像你这种乡巴佬，你过去给你儿子丢人啊！到场嘛，也分内外场。我看你呀，8成是在外场打杂的。看到了没有？浩哥肯定是觉得刚才对我的态度太差了，来跟我道歉的。请问胡女士在家吗？李教授让我送邀请函来了。
我就是12号让你来送邀请函的。是的，吴阿姨，这是李教授发布会的贵宾邀请函，可以直接进入到内场。全球只有30张，发布会还有2个小时，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赶紧准备一下到场吧。喜儿，你看，阿浩给我的。给你的吗？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吗？这2张贵宾邀请函，浩哥呢？今天晚上跟我求婚，自然是给我的。那这另外一张嘛，可阿浩，刚才明明说是给我，给你。吴桂英，我真怀疑浩哥是不是你亲生的，你也不好好想想，这么简单的道理，他跟我求婚，自然是要经过我爸的同意。那这另外一张呢，就是给我爸的。至于你嘛，一个乡下来的农村女人，你没文化，没本事，你过去只会给你儿丢脸。雅雅，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不都是盼着孩子们好吗？如今孩子有本事、有出息、有能力，那咱们就别去给孩子添乱了。李浩碍于你的面子不好说，但是你这个做妈的可不能不懂事呀。那可是全球直播，你要是去了，大家一看，哟，这竟然是李教授的妈，哎，这不是给你儿子丢面吗？可我辛苦了一辈子，我好不容易盼着我儿子出头，我就是想去看看。够吴桂英，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就这么想去全球直播上面出风头吗？我告诉你，那根本不是你去的地方。雪儿，不要跟他说多了，没有这个邀请函，根本就进不去。走。没关系，只要阿浩开心，我就知足了。我不给阿浩添麻烦。我不进去。对，我不进去，我就在门口看看，应该不会有事吧。阿浩，对不起，妈没忍住，妈就是想在你人生最光辉的那一刻，远远看你一眼就足够了。没想到我们韩家也能有今天呢。爸，瞧把你乐呵的。哎呦，今天晚上浩哥要当着全球人的面向我求婚，这呢才是重头戏。雪儿，这你也记得？哎，他是谁啊？一个讨人厌的小偷。小偷？雪儿，需不需要我去好好教训教训他？好啊，只要你好好做，我就让浩哥让你加入天盛集团。真的？好，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和李教授把那小偷抓过来。哎呀，真没想到呀，这不知不觉，阿浩都有这么大的成就了。哎，干嘛呢你？姑娘干什么？我干什么？当然是来抓贼了！哎，大家快看呐，这有个小偷，他过来偷东西了！姑娘，你误会了，我不是小偷，不是小偷，这里可是李教授的全球发布会。你说你不是小偷啊？那你的贵宾邀请函呢？我没有，没有邀请函。那你在这门口鬼鬼祟祟的，你不是小偷是什么？吴桂英，让你在家跟我张口，害得我在李豪面前丢敬礼。今天我要让你在众人面前当回贼。我真的不是小偷，我就是好奇，我路过看一眼。是啊，人家说不准只是个捡垃圾的，既然没偷东西，就给人家放了吧。是啊，何必为难人家呢？谁
说没偷东西就不是小偷啊！我之前就被他偷过一次啊，但我看他年纪大，原谅了他。我是真没想到啊，你连李教授的发布会的主意都敢打！什么？他竟然是个惯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是的，我真的不是小偷，姑娘，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可能偷你东西呀？你不认识我？那我之前要不是被你偷过，我用得着污蔑你吗？对呀，没错。你没偷人家东西，人家干嘛无缘无故污蔑你啊？跟他废什么话呀？赶紧报警，把他给抓起来！不要报警！怎么办？怎么办？啊，韩雪儿啊，对，韩雪儿，她能证明我不是小偷。韩雪儿女士，你认识她？雪儿，你快过来，给阿姨解释一下。我韩雪儿可是李教授未来的妻子，像你这种年纪大还在外面丢儿子脸的贼，我怎么可能会认识？我要是认识，早就报警把你抓起来了。雪儿，你怎么？哎呀，你闭嘴！哎，你这个小偷，想偷东西不成，现在又跟我们雪儿攀关系了是吧？保安呢？赶紧把这个贼给我赶出去！再让他多说两句啊，恐怕要跟李教授都攀上关系了。我不是小偷，你们都没有证据，不能抓人啊！你要证据是吧？好啊，我来给你拍个视频啊，发到网上，我让广大的网友认认，看看你到底偷没偷过东西。好办法呀，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让大家看看，像你这种年纪大的女人还在外面偷东西，是怎么样丢自己儿子脸的。到时候啊，全网可就都知道你是小偷了。不行，我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你不能拍！哎呦，现在偷东西不成，赶明抢了是吧？我快点，快点，快！不要拍了！我求你们不要拍了！不要拍了！哎，跟着我回去！这就是小偷！不要拍了！姑娘，我不是要抢你的手机，我该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啊？哎，很简单啊，今天这发布会可是国内的医学天才李教授的全球发布会，他救人无数，而你呢，你却在这发布会上偷鸡摸狗，想来捣乱，如此的罪行，你应该跪下，大声的道歉啊！大家说是不是啊？没错，李教授发明的药物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在他的发布会现场上，你也敢捣乱？必须给我下跪道歉！下跪！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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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跪，你们都没有证据，凭什么让我下跪？你没有贵宾邀请函，还来这发布会上捣乱，你凭什么不能跪？就凭我是李教授的母亲。这老东西，我是不让他暴露身份的。你是李教授的母亲？什么？她竟然是李教授的母亲？这我真没想到，李教授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我还以为他妈妈是个博学多才的医学博士呢。你们也不能以貌取人，说不定他穿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勤俭节约呢。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人家韩雪儿小姐可是李教授的未婚妻。哎，你说你是李教授的妈妈，那人家怎么不认识你啊？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呀？对呀，她要是李教授的母亲，韩女士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呢？我看呢，我们就是被她给骗了。跟他废话什么？把他给抓起来，等李教授回来处置你。抓起来！处置！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把他抓起来！你们，我就是李教授的母亲。你们要不信，我可以给他打电话。打呀！吴桂英，你现在要是承认你是李浩的妈妈，马上就会有人把你的视频发在网上，到时候全网的人都会知道，原来李教授有一个当贼的妈。今天可是你儿子最重要的发布会，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他呢？如果那样，那我以后就不能在公众场合承认我是李浩的母亲，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偷东西。话说到这，只要你说出自己的身份，你就等着全网曝光吧。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要打电话吗？你有本事最好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打。阿浩。
好，你在哪儿？妈扛不住了。难道从今以后，妈都要背负着莫须有的骂名，一辈子都不能再与你相认了吗？李教授，你今天给阿姨买这么多礼物，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我给她准备的这些礼物，比起她这20多年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根本不值得一提。还有多久到？马上，前面就是会场了。妈，这一世我一定要把前世对你的亏欠全部都弥补，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妈妈。死骗子！我看压根儿就没有李教授的电话。我真的不能打电话，我求你放过我，我发誓，以后这个地方我绝对不会踏进来半步，行吗？放过你啊？可以啊，真的，当然是真的。只要你在这儿当着所有人的面下跪道歉，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我不能跪，我真的不能跪。今天你跪也得跪，不跪也得跪。哎呀，不跪是吧？里头还挺硬啊，跪不跪？看你跪不跪？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骨头有多硬！住手！李浩不是有半个小时才到吗？怎么现在就来了？妈，你没事吧？妈，阿浩，妈没事，只是妈好像给你添麻烦了。刚才就是你打我妈的。不是，我以为他是小偷，所以才……你有什么证据？我，任菲菲，不是说他偷了你东西吗？我没有，我不知道她是你母亲，所以才……你无凭无据，单凭一句话就逼我妈下跪，还用拐杖打我妈的腿。哼，这一巴掌打你颠倒黑白，这一巴掌打你捏造事实。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母亲。难道她不是我母亲，你就可以随意污蔑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从一开始他就污蔑吴女士是小偷，害得大家都误解了他。没错，他还踢了吴女士，我们亲眼所见。我拍了视频，我有证据，故意伤害还诽谤，要让他把老女驻村，把他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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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解释？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解释？李教授，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还……任菲菲，你给我闭嘴！今天是李教授的发布会，你在上面公众的欺负他妈妈，你胆子可真大！雪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你够了，任菲菲，别再跟我解释了，以后在外人面前别说我认识你。阿姨，对不起啊，刚才确实是我错了，我也是受了他的欺骗，所以才没认清你。我一定好好替你教训他。来人啊，保镖，把他给我拖出去！哎，不要！放开我！李教授，你放过我吧，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有什么解释的去跟法官说吧。雪儿，你不是答应我要让我进天盛集团吗？够了，菲菲，我说了，在外面别说认识我，赶紧把我拖出去！那放开我！雪儿，你鬼和傻小，你不是人，你会得到报应的！你，放开我！放开我！韩雪儿，上一世任菲菲就是你身边最得力的狗腿子，公司有不少事情都是她帮忙负责打理的。没想到啊，你为了明哲保身，居然连自己人都坑。阿姨，实在对不起啊！如果我刚才看出来是你的话，我绝对会帮你阻止他们的。妈，他刚刚是真的没认出你，还是明明知道是你，故意不来帮你解的？哎呀，阿姨，你赶紧帮我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故不故意我不知道，但就算我不是阿浩的母亲，你也不能袖手旁观。韩雪儿，你不适合做我们李家的儿媳。什么？阿姨，
你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开这种玩笑啊！怎么，你就觉得我妈说的话是在开玩笑？我怎么觉得我妈说的挺有道理的呢？如此薄情寡义，你不配当我李浩的女友。天哪！看来外面谣传说李教授追了韩女士3年，今天看来也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支持李教授。如果连自己妈妈都守护不好，怎么能守护爱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李浩怎么回事？过去深刻我不甘心，今天居然当着为难我，一定是这个东西跟李浩说了什么。李桂英，你儿子今天的成就都是靠我舅舅，一旦我舅舅撤资，那他的项目就黄了，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你确定吗？我儿子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他努力得来的，跟你舅舅有什么关系？努力？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今天你要是再想给我抢风头，我就让我舅舅断了他的资金链，到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他的项目可就报废了。韩雪儿，阿姨，我知道我妈走得早，我只有爸和舅舅的疼爱，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干过家务活，没能帮到你，确实是我的错。是啊。韩雪儿，你又想干什么？算了，今天是妈月节了，你们俩感情的事儿，我本来就没有资格干预的。不，妈，别人可能没有这个资格，但你绝对有。看来浩哥哥真的是不要我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只能去找我舅舅了。等一下，韩雪，等一下。阿浩，妈也不指望你能对妈做什么，你从小就命苦，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成就，别因为妈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呀，浩哥，你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发布会也马上要开始了，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耽误了大事呀。要是被我舅舅知道了，我舅舅肯定会生气的，他一生气，那后果你也是知道的。前世韩雪儿利用我对她的喜欢，让我跟她舅舅王德仁签订了商务合作协议。产品出来之后，只能接受她舅舅的资金资助。若是违约，我发布的新品所有权就有赔付给她舅舅。若是没有出声，我或许还会忍气吞声，被王德仁剥削。但这一世有了前世记忆，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阿浩，既然话已经说开了，那就算了吧。这可是全球直播。韩雪儿，你也就只能高兴一会儿了。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还在后头。妈，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跟你了。太好了，浩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各位，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发布会，一定是奔着我新研发的产品来的。但是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并不是我即将发布的产品。看来真如韩女士所说那般，今天这场发布会完全就是为了她所开呀。阿浩，妈能在活着的时候看见你成才成家，妈就知足了。妈，走吧。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主角不是我最新研发的新产品，而是他。竟然是他！今天发布会的主角竟然是吴女士，这跟韩小姐所说的也不一样了。是啊，莫非李教授并非要跟韩雪儿求婚？阿浩，阿姨，你挡着我了。浩哥说的人就是我，这场发布会啊，就是精心为我举办的。不错，李教授
追了我女儿3年，把她是捧在手心，含在嘴里，生怕化了。刚刚一反常态，那一定是为了制造惊喜呀！原来是这样，李教授指的是韩女士啊。哦，我就说呢，我还以为今天的主角不是韩女士呢，原来呀是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罢了。这样就好。阿浩，千万不要因为妈毁了你的前程，妈祝你幸福。阿姨，感谢你啊，为我培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公。从今以后呢，这么优秀的男人就真是我一个人了。今天我将会把这件倾尽我所有心血的产品以他的名义发布。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吴桂英女士。什么？我的妈妈吴桂英女士。什么？妈妈？不会吧？浩哥，你这什么意思啊？李教授这。妈，这些年辛苦了。你搞错了吧？对，浩哥，你一定是搞错了。你弄的这场宴会的主角是我，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搞错了。哎，我李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些成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因为我妈妈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我的妈妈，也就没有我李浩的今天。所以，今天这场答谢宴，也就是我为我的妈妈吴桂英而举办的。太好了，韩雪儿，即便上一世我向你求婚，也仅仅只是因为我爱你。只可惜啊，上一世你利用我对你的喜欢，最终夺走我的一切，还害得我家破人亡了。这一世，我会让你一步步的坠入深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今天呢，不仅仅是李教授的新品发布会，更是他为母亲准备的感恩宴。李教授即使已经站在了医学界之巅，仍然不忘报答不闻，这样的人活该他赚钱呐！那这么说来，刚刚韩小姐所做的一切，简直就是跳梁小丑啊！就是太滑稽了。吴桂英，给我想清楚，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到底是谁？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到底是谁？哦，哎呀，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给韩雪儿准备的，对吧？妈，我没有搞错，今天这场发布会就是给你准备的。李浩，你还没有问问阿姨，她想不想要吗？吴桂英，你今天要是敢要，就等着我舅舅撤资吧。阿浩，以后的日子是你跟雪儿一起过的，妈怎么样都行。这新品发布的署名，还是给雪儿吧。阿姨，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浩哥，你也不会辜负阿姨对我们的一片好心吧？韩雪儿，前世你就是靠着你舅舅手里的资金链威胁，让我妈一步步退让。我本以为你只是想要利益，却没想你连我和我妈的命都没有放过。是吗？韩雪儿，既然你要这份礼物，那接下来的惊喜，我就只好给我妈了。你还给我准备了惊喜？是啊，李教授来之前，舅舅准备礼物了，而且我刚刚还看到刘安然捧着一大堆礼物去了后场，难不成这才是他给你准备的重头戏？哎，爸，你确定没看错？错不了，其中有一条是米莱世家顶级大师锻造的宝石项链，海洋之星，全球仅此一条。比起新品发布这种名义上的虚名，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啊！接下来我还有份重礼送上。
我还有一份重礼送上。来了，雪儿，看着吧，接下来你将是整个宴会最大的主角。厚礼到。爸，这么隆重，你说里面会不会有海洋之心啊？应该没错了，说不定就在最中间的那个盘子里。妈，你等我一下。阿浩，妈用不上这些。韩雪儿，既然你这么想要用你的名义发布我的产品，那这个礼物……不是的，李哥，你误会了，我没有是要跟阿姨抢的意思。哦，是吗？既然这样的话，你是想用你新品发布署名的机会来换这个东西喽？哎呀，没有，李哥，比起这些俗物呢，阿姨啊更适合署名权，我呢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你确定？我确定。不后悔？不后悔。我答应帮舅舅拿下的是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权，一个署名而已，不要也罢。韩雪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你舅舅接近我是为了什么？今天这场戏就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好，既然如此，妈，你赶紧在这份合同上签字吧。日后啊，这项产品将会以你的名义发布，所有人都将知道这件造福全人类的产品是借你的手诞生的。啊，妈知道了。合同即刻生效。好了，现在合同签完了，我可以打开了吧？哎，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不过我建议你，在没人的时候再打开。不，我现在就要去打开。这可是全球发布会，现场这么多记者，能在这里赶上海洋之星，我立马就能成为全球最耀眼的女人。李浩，你有没有搞错？这都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搞错，这就是我精心准备的。难不成这些是古董？不是。我知道了，这下是法兰世家的高定。哎呀，李浩，你太有眼光了吧？也不是。那，韩雪儿，你不用猜了，这些就是乞丐装。乞丐服，乞丐服，可笑死我了！你别说，他这个样子啊，还真配得上这身衣服。韩雪儿放弃了抗癌特效药的署名权，转头在全球的发布会上选了一身乞丐服。她今晚啊，确实是世界上最闪耀的女人了。你快点耍我！耍你？我可是问过你的，大家可都看见了啊！没错，就是。好啊，李浩，我现在就给我舅舅打电话。哎，别急啊，后边还有礼物。你还想骗我？我告诉你，我这次不会上当。既然你这么喜欢送礼物，那这些礼物送给你妈。啊，我今天得到阿浩送的新品署名权，我已经很知足了。这些东西，不然还是送给你吧。现在知道可惜了，你肯定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当众收下这份礼物，并且穿上它，我就让我舅舅撤资。韩雪儿，阿浩的抗癌特效药能救无数人，你拿全球人生命开玩笑，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是啊，像你这么好心，那你为什么不肯收下这份礼物，换取全球人抗癌的机会呢？ 韩雪儿，阿浩的抗癌特效药能救无数人，你拿全球人生命开玩笑，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是啊，像你这么好心，那你为什么不肯收下这份礼物，换取全球人抗癌的机会呢？ 好，
好，我知道了。阿浩，听雪儿的吧。韩雪儿，你确定你不要这份礼物吗？李浩，你还想炸我？我偏不忍了，就要让你妈穿着乞丐装，在全球人面前丢人现眼。是啊，我收了。既然是你精心准备的礼物，那当然是要送给阿姨的喽。这可是你说的。哇！这竟然是米莱之家的海洋之息，还有全球唯一一条的蓝色妖姬。这些都是给我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李教授亲手为您挑选的。阿姨，我们去化妆间去试一下合不合适吧。李浩，这里面不应该是乞丐服吗？韩小姐，你可真大方，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了你婆婆啊！真大方呀！李教授，雪儿哪里得罪你了？我替她向你道歉。这家丑不可外扬，被外人笑话是小，伤感情才是大事呀。是啊，李浩，你现在让你妈把那套礼服和项链送到我面前，她那个老女人这么大岁数了，那衣服和项链是她佩戴的吗？穿到她身上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是谁说这衣服穿在吴阿姨身上是暴殄天物的？妈，以前这身真好看。阿浩，妈穿这衣服有点不太习惯。听见了吗，李浩？你妈都不乐意穿这个呢。韩雪儿，就算我妈不乐意穿，她可以放在家里，放在衣柜里，关你什么事儿？李浩，你竟敢怼我！怼你，韩雪儿，以前我的确是喜欢你，但是我对你百般付出，换来的却是你任性妄为。我妈更是为了维护你我之间的感情，任劳任怨3年，却被你处处针对。要不是今天我妈在这拦着，你觉得这个地方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吗？不对，来了，汤来了。小雪，阿浩，饿了吧？快吃饭吧。阿姨，这汤可真香，你也辛苦了，你赶紧喝。没关系，小雪，只要你们俩还在一起1天，那阿姨对你跟阿浩啊就会一视同仁。是借口，这都是借口。吴桂英，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待我，肯定是在背后告的状，要不然他对我的态度也不会转变得这么快。韩雪儿，我自问我这3年来，我对你做的一切我都问心无愧。刚才阿浩也说了，他对你好，那是因为他爱你。从你威胁我到现在，我更是一句干扰的话都没说，又何谈告状一说呢？对呀，这吴女士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故意干扰儿子感情的人啊。就是，这吴女士也不太像会给李教授添麻烦的样子，她甚至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看就是韩雪儿做的太过分了，不然吴女士怎么会这么生气呢？对呀，就是太过分了。李浩，你追了我3年，可如今你怎么像变了一人一样？变。韩雪儿，如果你像我刚遇到你那般纯真，我自然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到你。但是你扪心自问一下，这3年变心的人究竟是谁？变心？李浩难道是想用这个借口名正言顺的更换合作人？浩哥，我不管你妈对你说了什么，但是我可以凭良心跟你说，我这3年来对你一直都是真心。之所以前面3年我没有答应你，都是因为我想看你和你妈对我的态度，我想考验一下你们，何来一变心之说呢？只要我装得够好，就别想闪开。李教授，你都追了我女儿3年了，现在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且行且珍惜啊！且行且珍惜。我看你是想我赶紧跟韩雪儿结婚，然后名正言顺的把我的公司和我的专利都夺走吧。上一世是我太天真了，但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韩雪儿，你想让我原谅你，可以。真的吗？浩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别着急呀，我话都没说完呢。你想让我原谅你，那你必须得对我妈，对那个任劳任怨、被你欺负了3年的我妈道歉。什么？你要我当众向她道歉？
歉。不愿意道歉啊？行啊，那从即刻起，我李浩与你韩雪儿再无瓜葛。李浩，你疯了！要是跟李浩撕破脸，你舅舅到时候生起气来，我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我不管，舅舅最疼爱我，我让舅舅撤资。等一下，阿浩，我不用雪儿跟我道歉的。你看，你今天给妈这么多礼物，妈已经很开心了。要是因为妈影响了你的前途，妈这辈子都过意不去的。妈，对不起，我李浩这辈子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对不起他韩雪儿。如果不跟你道歉的话，这个新品我宁愿捐给其他公司，也不会向他们韩家低头的。什么？吴桂英，都是因为你。等我跟李浩结婚，我一定要让你母子生不如死。韩雪儿，上一世你背着我偷偷卖假药，将我的一切毁于一旦不说，更是将我妈害死。让你当众道歉不过是开胃菜，好戏才刚刚开始。雪儿，你舅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赶紧拿下抗癌特效药的销售权才是最重要的。知道了。阿姨，之前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我向你道。雪儿，雪儿，不用跟他道歉。杰哥，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向阿姨道歉呢。我来就是为了这个。李浩，你为什么欺负雪儿？刘杰，妈！杰哥，我知道错了，我要跟阿姨道歉。可是我又放不下李浩，我到底该怎么办呀？雪儿，你别哭，我在呢。李哥，阿姨，雪儿年轻不懂事，道歉什么的，你们回去弄就是了，干嘛在外面弄得沸沸扬扬？这不是王氏药业的总经理刘杰吗？哦，原来是王氏集团的。李哥，如果是别人我就算了，可咱们是发小，我知道你从小就听你妈的话，但婚姻跟你的事业这是两码事啊！如果不是雪儿牵线，你又怎么能得到雪儿舅舅的资金支持呢？杰哥，你别说了，这3年来李浩对我的好，我也放在心上。其实我都知道，而且我已经习惯了。我向他道歉便是。这是怎么回事？看韩雪儿这么说，难不成李浩和他妈妈天天在家欺负他？这吴女士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没想到这么恶毒，连自己儿子和女友的订婚宴都给搅和了啊！竟然这样子做呀！我还以为这李教授有多孝顺呢，原来呢就是个妈宝男。韩小姐跟他在一起，真是苦了他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欺负过韩雪，明明是他。哎呀，好了好了，大家也不要怪阿姨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阿姨，我向你道歉。浩哥，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我跟阿姨相比，我毫无轻重，我主动退出便是了。李浩，你还愣着干什么？雪儿这么善解人意的女人，你上哪儿找去？赶紧过来给她道歉！吴桂英，就凭你还想跟我斗？上一世，韩雪儿和刘杰就是凭着这一手茶艺把我耍得团团转。可惜，见过你们丑恶的嘴脸，这一世我绝不可能上当。妈，不用跟他们解释。刘杰，你跟我说发小，从小你有任何喜欢的东西，我全部都让给你。既然你觉得韩雪儿这么善解人意，那你们俩在一起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是你的意思就是韩雪儿她善解人意，我就应该去追求她。这3年我给她花了无数的钱，甚至让这个从来没有药物开发经验的人，在我公司担任产品开发的主任。可你呢，韩雪儿，每天除了吊着你，在家被我妈伺候着，你又对我做了什么？李浩，你怎么能这么算呢？韩雪儿把整整3年的青春都给了你，中间她拒绝了多少人的告白，这难道都不是付出吗？好了，杰哥，不要再说了，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浩哥，我知道我没有钱，脑子也没有你聪明，但是我对你的爱是一心一意的呀，难道这些都还不够吗？如果比不上阿姨对你的爱，我也无话可说。李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你今天还要把韩雪儿赶出去，
那你就是一个自视清高的妈宝男。以后这外界的舆论传开了，我看你的产品还怎么卖？这么说来，倒是有些同情韩雪儿了。是啊，这李教授就是个始乱终弃的渣男，可能刚刚得到了韩小姐，就吃干抹净，不负责任了。对呀，真是。不是这样的。哎呀，阿浩，你快跟大家解释一下，你这3年来对韩雪儿什么样，妈都看在眼里，不是他们说的这个样子啊。妈，别解释了。韩雪儿她如果一心一意的对我，我自然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她。吴桂英，你听到了吗？你儿子最后还不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浩哥，我就知道你还会理解我的。是啊，李浩，你能回头就好，以后就别闹别扭了，赶紧把发布会开完，把订婚宴办了吧。上一世，韩雪儿就是刘杰介绍给我的，当时我还为此感激刘杰，资助他开了医药公司，却不曾想他从那一刻起就跟韩雪儿算计。韩雪儿，如果你真的对我一心一意，那你敢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发誓，自从我追你开始，你就从来没跟别人胡来过吗？难道他都知道了？发誓！对呀，怕什么？既然你对李浩这么实心实意，你直接发誓啊！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对，支持你，对，我们支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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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支持你。没错，李教授会理解的。难道我跟韩雪儿的事被他知道了？不可能。他如果知道了，又怎么会等到今天？雪儿，答应他，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好，浩哥，既然你不愿意相信我，没关系，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对你发誓，这3年来，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对任何人动过心。李浩，现在满意了吧？你让雪儿当着如此多人的面表露对你的心意，你这简直就是将她对你的感情扔在地上践踏。刘姐，你这么着急帮他解释，难不成你心里有鬼？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怎么可能？好了，杰哥，不要再多说了。阿姨，是我已经发了，你还要我怎么样？难不成你这么不愿意看到我跟你儿子好，让他为难我吗？雪儿，我什么时候让阿浩为难你了？妈，别解释。既然韩雪儿这么喜欢自欺欺人，我们也不用跟她浪费时间了。李浩，你什么意思？你让雪儿发誓，雪儿发了，现在又说她自欺欺人。韩雪儿是不是自欺欺人？刘杰，你应该最清楚吧？浩哥，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让我发誓也发了，难不成你在耍我不成？韩雪儿，你做了什么事情？上一世我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能把誓言当作儿戏。既然你连脸都不要了，那我干脆就给你加把火。韩雪儿，我给了你体面下台的机会，你不珍惜。既然如此，那我们之间打个赌怎么样？赌什么？啊？赌？打什么赌？赌什么呀？赌什么？用你我之间的真心赌这份合同。好啊，李浩，你让我发誓我也发了，现在还让我赌合同，难不成你让我把我心脏掏出来挖给你看吗？剖开你的心就算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知肚明。就问你敢不敢用你对我的真心来赌我抗癌药的全部权限？之所以让韩雪儿今天答应李浩求婚，就是为了他的抗癌特效药。李浩竟然这么容易就拱手让人。雪儿，别犹豫了，只要拿下产品的所有权，比这个一飞冲天。你怕什么呢？李教授这3年每天都在埋汰实验室，他能知道什么呢？八成呀，是诈你的。抗癌特效药，前世韩雪儿和他舅舅王德仁以合同为威胁，让我们高价收买，背地里又卖假药给没钱买药的病人，以此敛财，1年足足赚了几十亿合金钱。用这个当饵赌你的那份黑心合同，你能拒绝得了？李浩这3年闷头在实验室里，就算找来证人，我死也不承认，你又能奈我何呢？韩雪儿，你想清楚了吗？阿浩，你也要想清楚呀！你要提供不了这些证据，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妈，你放心，我有数。既然他们用资金来给我们造成威胁，让你在韩雪儿面前抬不起头，那我就清除这个威胁。不对，李浩那样绝对有问题。哎，他怎么又回来了？拿着什么又回来了？倒数3秒钟，如果你不答应，那这个赌约就作废。雪儿，不能答应他。3，这小子要反悔。2，答应他，怕
什么呀？答应他，答应他！怕什么？不怕。雪儿，快答应哦！好，我答应你。若是你无法证明我二心的话，那就把抗癌特效药的所有权都转让给我。雪儿，快反悔，不能答应他。这什么？晚了，来人，把照片拿出来。好嘞，李教授。好啊，这对狗男女啊，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这奸夫淫妇，这对狗男女啊，太过分了！哼，韩雪儿，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刘杰不是李教授的发小吗？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呀？韩雪儿，这3年来，为了让你有家的归属感，你提出的所有要求，我跟阿浩都会答应。还有你，刘杰，你可是阿浩最看重的兄弟，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这些照片都是假的。好啊，李浩，你又耍我是不是？合同，你把合同给我！韩雪儿，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还是赶紧把这份解除合同给签了吧。快签吧！这些照片都是 P 的。P 的，哼，就算像是你说的是 P 的，那你有没有胆把你跟刘杰的聊天记录公布出来？敢吗？公布出来？没有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承认呢？李浩，我是真没想到，你为了过河拆桥，居然连伪造证据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可知道这是要坐牢的？李浩，你还是想的太简单了。只要我跟韩雪儿咬死不放，你就没法解约。到时候你还是得过来求雪儿给舅舅给你投资。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公布，那我就帮你们公布。韩雪儿，你是不是忘了你在我的手机上登录过你的账号？不行，不要！哇，这也太劲爆了！这对狗男女。雪儿哥，以后今晚又要去实验室了，人家好寂寞，你能不能过来陪陪人家？好啊，让我来好好宠爱你，我的宝贝。李浩，你少在这搬弄是非。刘杰，你放心，你们这些龌龊的聊天记录还有自拍，我全部都有备份。你如果不承认的话，那我就把这些照片拿出来，让大家品鉴品鉴。哎呀，完了，全完了！爸，都怪你！要不是你当初催着我答应他条件，也不会这样。爸，这不是大意了吗？这还拍？信不信我把相机都给你们砸了？哎，刘杰，这是我的发布会，你是我的记者，他们有权利记录发布会上发布的一切事情。你要是想滚，那就把这个合同签了，赶紧滚。不是李浩，你冷静一点。我承认我对不起你，可就算你讨厌我跟雪儿，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王氏的资金链绝对能够保证你药品的产出。王氏，上一世就是因为这份合同，害得跟我妈惨死。抗癌特效药是我的专利，我想找谁投资就找谁投资，你们用不着打着帮我的旗号来装这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刚刚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就算你不愿意签这个合同，那我也可以单方面解约。谁说你可以单独解除合约啊？这谁是？李教授，你合作的对象是王德伦、王董，合作的是解约，岂能由这个韩雪和局外人所决定呢？韩总监，李浩，这位可是我们集团的韩总监，这次的项目由他全权负责，你要解约和他谈。哦，是吗？我怎么记得是韩雪儿跟我签约的？韩雪儿之前的确是我们王氏集团的员工，当时她确实是可以签约的，但是不过刚刚韩雪儿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这个项目的合作第一人变成我了。什么？我被
我被开除了。小姐，您就别担心，等这个项目量产了，我跟李教授说一说，让他指定你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教授，我想你应该不想让我们冻结你的项目资金吧？停掉抗癌特效药的项目。原来如此，李浩，就算你知道我跟刘姐的关系，那又怎样呢？如今你足足研发了10年的抗癌特效药，已经不是你说的算。李浩，你原本老实一点，还能和雪儿结婚。虽然结果还是一样的，但好歹面子上过得去。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你别激动，我们跟李教授的合作那是双赢的事情。什么双赢？明明就是用合同来威胁阿浩。这合约是你儿子亲手签的，你当时也在场。既然我已经没有资格代替王氏解约合同，那就说明这份合同仍然有效。只要我舅舅一句话，就能让你项目停产，到时候你所有的努力都覆水东流了。可是你，阿浩，不要。李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他身上的海洋之心还有礼服给我扒下来，我就答应你给我的求婚，怎么样？如果不是因为我，阿浩应该也不至于跟韩雪儿撕破脸吧。雪儿，今天这一切都是阿姨的不对，能原谅阿浩吗？原谅？现在知道找我原谅了？你刚才不是可嚣张的吗？啊！韩雪儿，你干什么？好啊，李浩，你敢推我是不是？韩总监打电话公司，把他项目停产，我要让他在我出头之日。不要！哎呀，你不要管我，妈怎么样都没关系的。雪儿，你不是要这项链吗？只要你能放过阿浩，你让阿姨做什么都行啊！妈，你不用这样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对付我？吴桂英，我现在的想法改变了。之前你跟你儿子在当众面前这么羞辱我，我要你当众打他耳光，就当做给我道歉了。韩总监，你觉得怎么样啊？没错，小姐，你是王总的外甥女，你的话自然就是王总的意思。爷做错事就得挨打，这是最基本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就是阿姨，咱们出来混都是来赚钱的，你就打李浩一耳吧，让所有人都看着。来，你认个错，我相信雪儿不会为难你的。妈，你别听他们。可是，除了这样，你还有其他办法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前世我跟韩雪儿求过婚过后，韩雪儿独吞了我的产品专利，王大人还想逼韩雪儿把抗癌药的专利交出来。王氏集团售卖的产品被查出有了问题，王氏集团股票直接跌到谷底。王大人凭借那一纸合同将我吃到死。妈，你信我，再等一等，这个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李浩，死到临头你还在嘴硬，阿姨你就别犹豫了，我们这也是在帮李浩。哎，杰哥，跟他们废什么话？我再给你3秒钟的时间，过了这3秒，你跪下来向我磕头认错都没有用。3，妈，你相信我。可是阿浩，这是你唯一的出头机会。2，妈，如果这个出人头地的机会要用尊严来换，那我宁可不要。1，对不起。好，打得好！吴桂英，你居然打我！打你！我打的就是你！吴桂英，你就不怕我让他的产品停产吗？首先他是我儿子，其次才是李教授。我们娘俩苦了半辈子，但是我们也是有尊严、努力的活着。而你呢，为了一点利益，欺骗阿浩感情，还要断送他的前程，你说你该不该打？你简直在胡说八道！韩总监，打电话公司把他项目给停产了，我就不相信了。合同在这里，谁还会给你投资？没有钱，你的新品就烂在实验室里面吧。好，他们不知死活，那就别怪我了。上道啊！喂，董事长，
李浩得罪了小姐，小姐停掉了他的项目。您看，李浩开了个小小的公司，挣了点小钱，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马上停掉他所有项目，只要他公司破产，他所有产品的专利就都是我们的。好，王董，李浩他今天不是开全球发布会吗？你让当众停掉他项目，会不会不太好呀？开全球发布会又怎样？你知道他手里那份抗癌特效药影响了多少人的利益？哼，今天要不是有我王氏撑腰，他开发布会，他手里那份药已经推出，不知道有多少人捏死他。董事长已经同意了，你现在后悔都晚了，除非你跪在董事长的面前求他网开一面。求他？你现在最好让王德仁在我面前跪下，不然的话，待会儿你滚回你们王氏集团就只有收破烂了。死鸭子嘴硬，李浩，你想用你一生的荣华富贵来换你现在一时的脸面，你这算盘打得也太烂。小姐，他今天在这怎么羞辱你，明天我就让他求你怎么羞辱回去。这样你满意了吧？还行吧。吴桂英，带着你的傻儿子回去等着你们公司破产吧。没有王氏集团的投资，没有量产的特效药，你们天盛集团啊，只要1天就会在大众视野中消失。还好，没关系。走。等一下，那我也给你们一个忠告，只要你们现在主动来找我解约，那我就再给你们透露一个消息，以至于你们不会亏得很惨。否则的话，等到你们王氏集团股票直线下跌的时候，你们后悔都晚了。哼，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王氏会倒闭，股票崩盘。李教授，没想到你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吴桂英，你还不如当初给你这个傻儿子一巴掌，他现在都成失心疯了。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们就算是后悔，来不及了。啊，是吗？我怎么看咱们王氏集团的股票还是居高不下呀？这怎么回事？王氏集团股票怎么跌成这样了？这不可能，我看看。真的在跌啊！真的，你看还在跌，还在跌。对，哇，下跌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回事？这不可能，股票怎么会突然暴跌？王氏医药集团被爆出售卖假药，致1000人死亡。卖假药！这我的天哪！我奶奶买的就是王氏集团的药，我得赶快让他把药给停了。你们这帮杀千刀的，居然卖假药！你们还是不是人？是不是？是不是人？杀千刀的，是不是人？李浩，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莫非是你搞的鬼？我，人在做天在看。我李浩研发药物就是为了治病救人、造福人类。可你们呢，一心只想着赚钱，根本就没把病患的性命当作性命。暴露只是迟早的事儿。怎么会这样啊？喂，董事长，别叫我董事长，叫韩雪儿和刘杰接电话。好，董事长叫你们接电话。喂，舅舅。韩雪儿，你还知道我是你舅舅？我让你拿李浩的专利，你给我个半成品也就算了，你竟然还私自更改配方，你知不知道整个王氏都被你们两个畜生给害惨了？舅舅，我也不知道会这样，都是刘杰出的主意，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呀。不应该啊，雪儿，你不是说你亲眼看到过李浩研发药品吗？材料都差不多，怎么可能会出这么大问题？愚蠢！癌症困扰人类多少年？这些特效药的原材料是我找了数10年才找到的。你们凭什么以为随便找一个药效相近的药材就能替代它？你们这是把所有病患的性命当作儿戏，你们就等着坐牢吧！坐牢，就该坐牢！能抓紧坐牢，坐牢，抓起来坐牢！
没想到王氏竟然偷李教授的产品配方，试图复刻抗癌特效药。是啊，这没复刻出来是小事，关键是害人呐！多少病患因为癌症而生不如死，还因为你们的假药更加痛苦。王氏集团，你们等着被制裁吧！就是啊，我这人。董事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已经找人来压制舆论了。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李浩给我带过来，不然你们两个就等着给我滚蛋吧！黄董怎么说？董事长说先把李浩带回去，要不然我们全部完蛋。李浩，把他带回去有什么用啊？吃假药的人都已经死掉了。不管了，照做就是。李浩，你跟我们走一趟。李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不行，这明明是你们犯的错，为什么要杀我们家阿浩？妈，即便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解决，你也会义无反顾地护着我。前世，我却因为对韩雪儿的感情，忽略了身边最在乎我的人。不过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不行，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不可能让阿浩跟你们走。这可由不得你。抗癌特效药的资金链需要更新的话，也需要你跟我们回王氏解除合约。韩雪儿，我答应你，我跟你走。正好，我也有一笔账要跟王德仁好好算算。妈，没事儿，我正好有一笔账要找王德仁当面算清楚。你呢，就留在这里，帮我把这个发布会好好开完。哎呀，这怎么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我怎么能代替你呢？妈，你可是有抗癌特效药的署名权，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了。我知道了，阿浩，我会替你把发布会办完。浪费时间，让这个老太婆在这里主持，简直是丢人现眼。韩雪儿，韩伯父没有教过你，要尊重老人。李浩，你敢打我女儿？你怎么是想打架呀？行啊，反正现在着急的人不是我。说，别激动。黄董要见李浩，要是去晚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可是，别可是了，他要见李浩，去不了，到时候顶包的只能是你跟我。李浩，你有什么火？这事情解决了再说。只要你配合好了，王董会让你继续当你的天才教授。前世我刚刚跟韩雪儿求完婚，发布会一结束，王氏集团就出了问题。王大人就是让我抢行背锅，更是利用合同将我们抗癌特效药变成了手里的摇钱树，而我则是一落千丈，成为了人人喊打的黑心商家。但这一世，我必将大局逆转。安然，按照我说的做，替我好好照顾我妈。我去聚会。李教授，你放心吧，有我在呢，千万不要让那些卑鄙小人得逞。当然不亲手把他们送进监狱，难解我心头之恨。李浩，你说完没有？刘姐，你再逼逼，老子让你背我过去。你行，李教授，请你赶紧跟我们走一趟，可以吧？走吧。杰克，再忍忍吧，我就叫他过去，肯定让他背黑锅的。只要他不会放弃抗癌特效药，就必须听我们的。他当然不会放弃。那可是他倾尽了所有心血的产品，连王董为了得到他都费了不少心思。他妈一个乡下医生，他一个乡下的娃，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么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合同不对啊！吴阿姨啊，不，现在应该叫您吴董了。这是李教授安排的，这次能不能挺过身去，就看您能不能把这次发布会办成功了。不行，这是阿浩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才研发出来的，这10几年他茶饭不思的，就等着这一天。我怎么能怎么能？李教授说了，您把后半生的爱全部倾注于给了他，他何尝不能把他得到的最优秀的奖项送给您呢？对。这是李教授留给您的信，您看完就知道了。
好，妈知道了，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把这个发布会办好。安然，可以让记者准备全球直播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今天呢是针对于全球来开展的一个关于抗癌特效药的新闻发布会。舅舅，王董心情可真好啊，股票全面崩盘，还有心情看风景啊。李浩，你放肆，敢这么跟王董说话？够了！刘姐啊，别王董叫。今天李教授若是不来，明天我可能就成为阶下囚了。舅舅，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你给我闭嘴！你个赔钱货！你以为那是吃坏肚子啊？那是上千条人命！我王德仁做生意那么多年，什么药我没卖过，什么场面我没见过。你可倒好，上来就给我整上千条人命，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推出去，陪我坐牢！舅舅，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都怪你！你是不是故意隐瞒我？你为什么不把完整的配方告诉我？哼，要我说，那上千条人命都是你做的，这都是你的错。我，韩雪儿，你扪心自问一下，在一起这3年，我是不是说过，在求婚当天我就会把抗癌特效药送给你？可你呢，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一心只想着去剽窃我的配方，去赚钱，然后等药见成效再抢在我前边去发布，是不是？我没有。够了，雪儿，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跟他解释什么？李浩，你没说错，你就是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不就是运气好了一点才研究出这个抗癌特效药？你凭什么能成为全球的焦点，医学界的天才？所以你承认你们剽窃我的专利，让我签投资合同，为的就是夺走我的一切，让我成为你们的傀儡，背锅洗脸。哼，是又怎么样呢？够了！李浩，我让你过来，不是跟你算旧账来的。就算以前雪儿和刘杰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那也是他们年轻无知。哎，可我不一样哦。那你有什么不一样？难不成没有你的允许，他们能做到这些事儿？还是说你为了明哲保身，早就想好了让这2个傻缺替你背锅？李浩，你很聪明，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你知道，我是个商人，在我眼里，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你愿意再跟我合作一次吗？王总，你前面又是给我下套，又是派人来偷我配方的，我现在又跟你合作，那你岂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你要怎么样才能答应？很简单，让韩雪儿向外界公布，这3年接近我就是为了剽窃我的配方，还有，我要让她去坐牢。李浩，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舅舅他是不会答应的。我答应你。什么？舅舅，你有没有搞错？是他让我去坐牢啊！我没有搞错，你去坐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你舅舅，又不是你爹。可是当初明明是你说的，我才……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我这么大的公司都要给你陪葬。舅舅，我现在没把你埋了，就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不行，舅舅，我不能去坐牢，我要是进去了，我这辈子都毁了。怎么，不愿意啊？那就耗着。王董，时间拖得越久，那进去坐牢的人
可就不止他一个。王氏集团的股票崩盘对王德仁影响不大，他真正怕的是被查。每拖1分钟，他的危险就多一点。李浩，你之前的要求我答应了，还有什么要求，一并提出来。好，爽快。除了让韩雪儿、刘杰，还有那个什么韩总监去坐牢之外，还有这份投资供给合同也得全面性。李浩，你真敢说？你怎么不说汪总直接把公司给你得了？哼，这公司送给我都不想要，就这烂摊子，我还懒得生气。你干嘛？李浩，你之前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但这最后一条不能答应。但这最后一条不能答应。王总，你不能这样做，我做的那些事儿，我都是为了公司啊。我知道你为公司做了很多事儿，但也正是因为你，公司才处在生死边缘。那你就好人做到底，为公司做最后一件事儿。快点，把他们给我抓出去！舅舅，我不能做了，舅舅，我真的不能做了，你放开我！浩哥，我知道错了，我回去给阿姨道歉，我给你道歉，我求求你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求求你了。浩哥，我求求你了。韩雪儿，你现在知道求饶了？你扪心自问一下，这3年我对你怎么样？我妈对你怎么样？我们就差把你放在神龛里面当祖宗一样供起来了。可你倒好，毁我前程是其次，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欺负我妈。浩哥，我现在给阿姨道歉，我给她当牛做马，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如果在我绝望之时放我妈一条生路，我今天也不至于赶尽杀绝。走，等一下！王总，你让我们替你去坐牢，我可以认，但是他必须先答应替我们公司背锅，否则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妥协。不错，李浩，你之前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你总得拿出点诚意吧？诚意？什么诚意？你们让我过来不是给我赔不是的？你们让我过来不是给我赔不是的？李浩，你以为我让你过来干什么啊？只要你出面澄清这件事儿是由于你们产品出的问题，这很简单嘛，是不是让我发一个声明就行？不错，只要你证明外面的药品都是由于你公司产品出问题导致的，保住我公司的股票，我就可以控制舆论，保证你不去坐牢，你依然可以当你天才的李教授啊！王德仁，你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上一世我就因为背锅背上杀人犯的骂名，最后一切成了王氏的嫁衣。不过很可惜呀，我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发布完了，就算我想帮你撒这个谎，也没有办法了。你说什么？李浩，你妈怎么知道康来要惩罚她？她明明是一个乡下的女人，怎么可能认识张国士？你说什么？做了个大好事啊！吴女士啊，我替全国人民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抗癌特效药捐出啊！这份药品对那些癌症患者来说，简直就是第二条生命啊！张国士，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儿子李浩安排的。当初，李浩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而离开的啊。从那以后，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一名科研人员，要研发一款可以对抗癌症的药物，好让全天下的人都不再受到癌症的折磨，好让我们也不用亲眼目睹我们的亲人因为癌症而离开。太棒了！啊，太优秀！
浩，你算计我！算计？难道从始至终不都是你们在算计我吗？不对啊，不对啊！吴桂英只有署名权，她根本没有资格将康莱特逍遥救给国家。署名？谁告诉你说我只给我妈签了署名合同？可是我那天明明看到你。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啊，韩雪？我当时在发布会上给我妈签的可不是什么专利研发开发署名名单，而是给我妈签的天盛医药集团的股份转让。李浩，那可是抗癌特效药，能让你成为世界首富的东西，你就这么拱手让人了？让人？我把公司让给生我养我的母亲，把救人的药让给国家，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吧？至少比让给你们这群害虫要好得多。所以你打一开始就开始计划我们是不是？李浩，为什么明明这3年你恨不得把心肝脾脏都给我，为什么如今却这样对我？韩雪儿，我很想知道，这3年我对你百般呵护，你难道对我没有一点，甚至是一丝同情？若不是老天有眼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还真让你们这群毒虫给害了。李浩，你别得意！你别忘了，你签了违约合同，既然你不可背锅，那你也得跟我们一起进去坐牢。你也得跟我们一起进去坐牢。对啊，李浩，你可是签了违约协议的，你没有经过王氏的同意，就私自将抗癌特效药的专利转让给了别人，你这是违反了合同。你要么就赔偿，要么你就去坐牢。不错，李浩，这天价赔偿你拿得出来吗？还是说你想让你妈担心，再去坐个几年牢？或许我第一次这样跟你们较劲，我会害怕，但是人只要死过一次，就会知道钱财乃是身外之物。我李浩，这辈子只要我妈幸福我就满足了。进去是吧？好啊，我们比比看谁更先出来。你就是个疯子！疯子？我为什么会这么疯？都是你们逼的。自打你们俩狼狈为奸，想要坑害我和我妈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不要坐牢，我还有大把的青春，我还有钱没有还，我不要坐牢，不要坐牢！李浩，害你是韩雪和刘杰的主意，跟我没关系。这样，你之前的条件呢，我都答应你，也不需要你背锅了。只要你证明这件事儿是韩雪和刘杰的个人原因，跟我王氏集团没关系，怎么样？黄德仁，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帮你做了那么多黑心事儿，你现在为了保密，直接把我踹了。舅舅，这都是他的错，是他指使我的，我也是受害者呀！要坐牢，杰哥让你去坐牢！贱女人，你也背叛我！你们两个给我滚！祸是你们两个惹出来的，要求你们去求李浩，只要他答应，你们两个死哪儿跟我没关系。我不要走了，浩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不是追了我3年吗？我在你家住了3年，你看在这个份上，求求你放过我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你真的做什么都愿意？是，我什么都愿意做。好啊，那你就拿着王德仁的证据去告发他，让他去坐牢，我就放过我。李浩，你在耍我？耍你？你们一心想要弄死我，我还给你们留了活命的余地，我都觉得我自己太善良。时间可不多喽，你们3个人赶紧做决定吧。你们3个人，只有1个人不用去坐牢。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拦住他们！事到如今，你们还听他的话？王氏集团马上就要倒闭了，王德仁指不定会欠几百几千万，你们还指望他给你们发工资？把他们俩抓起来，这钱就给你们。啊！你们干什么？我是董事长。什么董事长？一个没良心的黑心商人，还搁这装了啊！就是，要是让我妈知道再给你这种垃圾当保安，我回去不得被我妈打死啊！李浩，你说话算话，只要我把他们2个送进监狱，
你可以帮我。刚刚是，但现在不是。你什么意思？因为抓你的人已经到楼下来了。什么？王董，不好了不好了！下面台好多人，就是来抓你们的，还有好多被人家属，是要我们全公司的人为死了偿命。李浩，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你根本就没想放过我们。李浩，非要闹到鱼死网破，你才万一了！鱼一定会死，但网不一定会破。我的抗癌特效药已经被张国士证明没有问题，害死人的是你们王氏集团，关我李浩什么事儿？李浩，我他妈的跟你拼了！想让我死，你也别想活！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还好人没死，看来只是砸晕了。你们今天谁敢走，我今天弄死谁！刘经理，我们错了，你让我们走吧，我什么都没看见啊，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来不及了，李浩刚才说人都到楼下了，你下去把他妈叫上，顺便把这些人关进仓库，等这件事结束之后再把他们放出来。知道了。你们老实点，要是敢动歪心思，就和他一样。舅舅，我们该怎么办啊？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现在外面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王氏偷了他的秘方，卖假药，还害死了人。现在要是不找个人来背锅，老子都得进去坐牢。舅舅，要不然我们跑吧？跑？哎，你告诉我，我们往哪儿跑啊？我们不跑，难道在这等死吗？不，我们还有机会。李浩他妈不是最疼李浩，一会儿让刘杰把他妈叫上，只要他妈承认那配方是他卖给你的，我们就可以趁机转嫁矛盾，趁机卖惨，起死回生啊！还是舅舅厉害。没有预约，不能见王董，快让开，再不让开，我就报警了！还敢报警？小伙子，你们就通融一下吧，我们是来找王总要个说法的，你们再这么拦着，要出什么事儿了，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啊！阿姨，董事长说了，不能让任何人进来。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可以明天再。讲这么多人，怕你们2个保安干什么？冲进去！不能进，不能进，通融一下，不能进，通融一下，行吗？等一下，刘总，刘杰，阿浩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阿姨，你想见李浩可以跟我来，但是这群人不能上去，否则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李浩了。你们把李教授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这样是违法的？那又如何？阿杰，你跟阿浩是发小，你怎么了？少他妈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还想不想见你儿子？要是想，就让这群人滚蛋；要是不想，你大可以让他们上去。只是我不能保证，你到时候还能不能见到你儿子。可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儿女，我怎么能？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3。阿杰，你这样只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对呀，有没有良心啊1，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等一下，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去说服他们。这才对嘛！哎，胡女士，您这是干什么呀？是啊，我对不起大家，我本来是要带大家一起过来讨个公道的，但是我儿子李浩在上面，我怕他们被逼急了会做出什么坏事来。虽然有点任性，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上去谈判的机会。您大可不必这样，您能把抗癌特效药上交给国家，造福全社会，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你。对呀，是啊，谢谢你们的理解，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还想给交代？
等你再下来，这口黑锅就要背在你身上了。到时候，这些人恨不得撕了你。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和大家都理解您的心情。既然都等了这么久了，再等一会儿，我们等得了。您去吧，去吧，去吧，谢谢。过去。刘吉，带路吧。跟我走。别他妈挣扎了！走到这一步就是你逼的。要不是当初你不肯替我们背锅，也不至于让你妈替你背锅。我妈，王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妈上来，我就让她好好死。她的命和她儿子的命，你要哪个？你要叫我妈背锅？不错，你不是最爱你，想让她过好日子，为了她不惜更好。阿鱼死网破，好啊，我就不让你如意。我一会儿就让你妈承认那配方是她卖给韩雪儿，你外面的上千条人命都是因她而死。我要让她在病人家属口水淹死啊！呸！王大人，你敢碰我妈，我就跟你拼了！李浩，你给我闭嘴！今天要不是你在这里放，我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弄死，然后再把你藏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等你妈妈背了锅，再把你丢到同人机。你说你妈妈会不会愧疚到死啊？何雪儿，我以前以为你只是品性不端，没想到你这么没良心。怎么，你现在才知道？晚了！要是当初你没忍住我勾引你，怎么会有今天？我告诉你，你妈妈都是被你连累的。大爷，你别激动，事还没办完呢。吴桂英啊，本来我们可以成为亲家，谁知道你从中作梗。你儿子本来可以成为万众瞩目的医学天才，可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不过我现在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用这台手机录一个视频，我就可以放了你儿子。妈，你别听他的，他不敢动我。好，吴桂英啊，要不是形势所迫，现在必须有一个人出来背锅，我还真想跟你成为亲家。只可惜造化弄人，要让你这个乡下医生的命来换我王氏公司的未来，你这辈子也算值了。妈，你别听他们的，就算你录了视频，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李浩，在你眼里，我们就这么十恶不赦吗？我们只是贪图钱财而已。只要我们达到目的，我们呢，还是很守信用的。呸！韩雪儿，这辈子不会再信你一句话了。上辈子我都被逼到了死路，你们却还是不肯放过我和我妈，要将我们赶尽杀绝。这群畜生的话一句也不要信吗？闭嘴！李浩，你要是再敢乱说，我现在就弄死你，信不信？够了，都不要再说了。阿浩，妈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比起被外边那些人误会，妈更在意你的安全。不要！好，妈没什么本事，给不了你好的教育，给不了你好的生活环境。妈能做的，就只是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帮助。不是的，妈，你给我的已经比别人给我的多得多得多了。阿浩，别废话，快点看。妈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你好就行。妈，对不起，是我太自大了。前一世是，这一世也是。妈，我没能照顾好你，还让你操心了。阿浩，别这么说，永远都是妈的骄傲。吴桂英，一会儿直播的时候你就说你是李浩的妈，为了挣钱把李浩尚未研发的抗癌药卖给了韩雪儿，导致无数的癌症病人
因此丧命啊！我知道了。大家好，我是李浩的母亲吴桂英。怎么看吴女士像是刚刚哭过？我今天在这儿要坦白一件事情。不要吧！为了挣钱，我把我儿子还没有研发完成的抗癌特效配方，我卖给了韩雪儿，然后通过韩雪儿之手送到了王氏集团去量产，所以导致了无数的患者丧命。我在这儿跟大家道歉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儿子的死竟然是因为吴桂英，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他。好，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你可以放了我儿子了吗？别着急，你现在就下去面对那些病人家属。我不能去。不去？你不去试试？这些都是假的！妈，你快走，快去报警！妈，你没关直播！我就说，吴女士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原来是被人要挟的。这奸商竟然拿吴女士儿子威胁他们，我们快上去救人！你没关直播！该死！你该死！你个狗东西！你他妈找死！妈！妈！王大人，我弄死你！放开我舅舅！你放开我舅舅！你放开我舅舅！这是畜生！李局长，把他们抓起来！李浩，你找我的那件证据，只够把我关进去几年！拖出来，我照样弄死你！你刚刚说的话我都有录音，谋财害命，兜售假药，致几千人死亡，这些证据都够你进去吃几颗花生米了。你赶紧送你母亲去医院，这些畜生交给我们了。好，辛苦你们了。不是我，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放过我！都是他，不关我的事儿。妈，你好些了没？好多了，阿浩。妈一直有一个疑惑，你怎么一下就不相信韩雪儿了？那前3年你还那么的爱她。妈，我要是跟你说，我被韩雪儿害死过一次，你信不信？信。这你不信？信。不管到什么时候，妈都信你。妈，哎呀，怎么了这是？多大人了，动不动还哭哭啼啼的。好了好了，你看今天天这么好，陪妈再散散步。好，妈，要让我陪你多久才行？